大家好，你见过这张图吗？它叫做太极图。如果你没见过，那你也一定听说过阴和阳，对不对？在这张太极图中，左边白色代表阳，右边黑色代表阴。阴阳，它可以说是中国哲学最核心的思想之一。那你知道阴和阳到底是什么意思吗？阴阳又代表了什么哲学思想呢？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话题。阴和阳的概念在中国已经有最少3000年的历史了。阳这个字，它最开始的意思是山的南面，就是太阳光照到的那一面。这一部分它比较的明亮、温暖，所以这一面叫做阳面。那山的北面就是太阳光照不到的那一面，它比较的黑暗、阴冷，那这一面就叫做阴面。所以这就是阳和阴最开始的意思。那慢慢的又发展出了更多的意思。阳也代表了白天，阴也代表了晚上。阳也代表太阳，阴也代表月亮。阳代表天，阴代表地。阳代表热，阴代表冷。阳代表火，阴代表水。阳代表男人，阴代表女人。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，阳代表了那些向上的、向外的、运动的能量，阴代表了那些向下的、向内的、安静的能量。好，那现在我们知道了阳和阴的意思。在中国哲学里，阳和阴没有好还是坏的区别，它们都非常的重要。阳和阴在一起组成了重要的哲学思想。那是什么哲学思想呢？首先，我们来看一看这张太极图。太极图的左边是白色的阳，右边是黑色的阴。白色中有一个黑点，黑色中有一个白点，阳中有阴，阴中有阳。那在这个圆形的底部，白色的阳开始上升，它从小慢慢的变大，到了这个圆形的顶点，阳最大，阴最小，白色变成了黑色，开始下降，它也慢慢的从小变大，到了圆形的底部，阴最大，阳最小，黑色又变成了白色，它们不停的转化。所以从这张太极图中，我们可以看出阴阳哲学的2个核心思想。第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对立统一。什么意思？阳和阴，它们看起来是2个对立的、相反的能量，但是它们在一起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。阳和阴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形，它们必须一起出现才可以组成这个世界。比如说，有白天才会有黑夜，如果没有白天，那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黑夜。
有太阳也一定要有月亮，有上就有下，有热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冷，有男人也一定要有女人。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物，它们都是一对一对出现的，它们可能看起来是对立的，但是它们又互相需要，互相帮助，它们一起组成了这个世界。所以在中国哲学中，我们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物是真的对立的，它们在对立的同时，也一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。第二个哲学思想就是动态的平衡。阳和阴，它们不是两个固定的、不动的能量，它们是一直在变化、在运动的。我们看这张太极图，它看起来好像是可以转的，对不对？白色变成黑色，黑色又变成白色，它们互相转化。在这样的转化运动中，它们达到了一种平衡。比如说，白天可以变成黑夜，黑夜又变成白天。太阳上升，月亮下降，月亮上升，太阳下降。夏天慢慢的变成秋天，最后变成冬天，冬天慢慢变成春天，又回到了夏天。它们的能量不停地转换，这两种能量它们是不停地在平衡的。当一个能量上升，另一个能量就下降。阳变多，阴就变少；阴变多，阳就变少。当一个能量到了顶点的时候，它最大最强的时候，它就会开始下降，变小，变弱。比如说，在一年中，白天最长的这一天，就是阳的能量最强的这一天。那这一天之后，白天开始变短，晚上开始变长，阴的能量开始变多。就是在这样不停的转换中，达到了四季的平衡。在我们的身体中也有很多的阴阳平衡，比如说中医认为，当我们运动时，我们获得了阳的能量，叫做阳气。但是如果你运动太多，你出了很多汗，你的身体会感到非常的疲惫，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坐下来休息，不动。这样我们就获得了阴气，阴的能量。当你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你可能又需要运动，所以阳转阴，阴转阳。我们的情绪也是这样的，可能今天你非常的开心，你很兴奋，你太兴奋了。当你的兴奋到了一个顶点的时候，你会很快的感觉到疲惫，你的心情也开始落下来。这时候我们需要平静一下，安静的休息。所以在中文中有一个词叫乐极生悲，它的意思就是当你的快乐、你的开心到了极、到了顶点的时候，可能往往常常会有悲伤的事情发生。那这个时候你要小心。所以在中国哲学中，我们认为平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好，那现在我们知道了阴和阳的意思，还有阴阳所代表的哲学思想。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生活中
是不是到处都存在着阴和阳？刚才我提到了一些大自然中的现象，还有我们的身体和情绪中的阴阳。在我们的人生中，在我们的社会中，也有非常多的阴阳。比如说，在我们的人生发展中，在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的能量，我们有很多的阳气。这时候我们要努力，要学习，要工作，我们想向上发展，我们想去外面看世界，我们想去探索，我们想要获得更大、更高的成就。但是一个人是不可能，也不应该一直向上努力的。可能到了某个时候，你会感到疲惫，你会觉得迷茫，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那这个时候，我们需要慢下来，安静下来，向内看。我们去问自己：我是谁？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？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？那这些安静的思考，又慢慢的给了我们能量，可能你又可以开始有能量去向上发展，向外探索。所以阳转阴，阴又给了我们阳的能量。在社会中也有很多的阴和阳，比如说自由和秩序。我们可以把自由看作是阳的能量，因为自由让我们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，自由让我们说出我们的想法，自由让我们向外去探索，自由让我们向上发展。秩序，它告诉我们可以做什么，不可以做什么。所以秩序可以看作是阴的能量。一个社会的秩序把人们放在一个规则、一个边界中，它是向内的。社会的秩序让一个社会更稳定、更安静。自由和秩序必须同时存在。当一个社会的自由发展到了顶点的时候，可能这个社会会开始变得不稳定、不平衡，那我们就需要更多的秩序。但是当一个社会的秩序变得太强的时候，人们又需要更多的自由。他们在不停地动态的平衡。我们的历史中有很多的时代，在每一个时代的开始，社会一般是向上发展的。我们有很多阳的能量，经济越来越好，人们也充满希望，也非常的开放。但是当一个时代发展到顶点的时候，社会可能开始不太稳定，经济开始下降，人们也慢慢变得保守，社会出现了很多不平衡的问题。但是当社会下降到一个底部的时候，可能又有新的能量出现，让它又向上发展。阳阴阳阴不停地前进着。好，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张太极图，它为什么叫做太极图呢？太这个字就是最开始、最大、最高的意思，所以太阳叫做太阳，是因为它是最有阳的能量的一个东西。那
极它的意思是顶点，是极限，一个事物很难超出它的极限。所以太极在一起，它指的就是我们这个最大、最开始的宇宙。我们的宇宙最开始是一片黑暗，什么都没有。慢慢的，我们有了太阳和月亮，有了白天和黑夜，所以有了阳和阴。那在阳和阴这两个能量中，又慢慢的产生了所有的生命。所以这个太极就代表了我们这个宇宙的产生和发展。那今天我们聊了什么是阴和阳，还有阴阳所代表的哲学思想。那请你想一想，你觉得在你的生活中还有什么阴和阳的存在？欢迎你在评论里跟我分享。如果你对什么中国的哲学思想还感兴趣的话，也欢迎你在评论里告诉我。好，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